英国是女子9球运动员，她是出生在一个台球世家、运动世家，从小就学习打台球。她是一个很甜美、很天真的、很少女的一个形象。小说里的英果，她美的毫无攻击性，但是一旦进入职业领域，她就像一个情绪大师，从外形到内在，慢慢她就是英果本人。刚开机的时候，一直在找她那种恋爱中的状态，她甜甜的。怎么推开他？推了一下他的胸口。我实在是不会，你快帮我一下。他每次都说：“哎呀，我演不来这种可爱的戏啊什么的。”并没有，你不演就很可爱。其实。我觉得她不是一个特别锋芒毕露的一个女孩。其实最开始她在跟林一阳相处的时候，会有一点不好意思，会有一些客气。你要是着急的话，你先走吧。林一阳在英国之前就没什么爱情方面的经历。英国第一长得漂亮，第二觉得她可爱，也很善良，两人就越来越好，越来越喜欢。他们经常是用微信去交流，两个人在同一个空间里不说话，然后在微信他去给你表白。他们俩在那个洗衣房里通过手机眉目传情，我觉得那个方式很特别。就是那一刻你心潮澎湃，旁边的人就仿佛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一样。这里信号不太好，我去外面吹个风。留下小果一个人在慌乱。就是暧昧期的那些拉扯啊，两个人都是小心翼翼的在一点点接近对方，我觉得那个过程是最让人甜蜜的部分。我其实有问过阿宝老师，我说英果一上来好像就喜欢林一阳嘛，我说我还是想要让他对他的喜欢有一点递进，有点层次。我觉得英果有一点慕强，这是林一阳的优秀吸引了英果。你女朋友可是很厉害的，好吧？因为英果他是一个球技非常好的运动员，他是赛场上毫无感情的打球机器。他跟他队友说的是，我男朋友过去太厉害了，我要比他更厉害才行。我觉得好的爱情就是他去带动他，带着他一起成长，一起进步。因为有那个人的存在，我想让自己变得更好。你应付得过来吗？我现在可不是过去的我。台球领域的英果沉着冷静、笃定、认真刻苦；爱情里的英果是信任、义无反顾。这次比赛他来吗？这可是你第一次正式职业赛，意义重大。英果跑向林一阳，跟他说什么这场比赛送给你。其实我最开始看剧本的时候，我想说为什么他就如此冲动的做了这个事情。我想把这场比赛送给你。英果他第一次打职业比赛，他很想让林一阳来看他的比赛。林一阳的出现是给他的一个惊喜，那一刻就特别想要把自己的荣光分享给他，是一个很敢于去表达自己的爱的一场戏。林一阳那根人生指针原本已经断了，英果回来修好了，是英果给他重新找到人生的方向吗？我觉得真的就很像他这个名字英果，它就像一个樱桃一样，外面是很甜软软的果肉，但是它其实骨子里是有力量的。奈麦也是一个挺较真的人，跟英果蛮接近的。再来一个。麦麦打球的时候，他真的特别专注，抗干扰能力很强，和咱们剧本当中的角色非常贴合。他也会自己设计一些动作，或者对球有一些很好的提议。就是把那俩球都送给好球，这漂亮！哎呦，这球做上了，标准球。麦麦是个很优秀的青年演员，尤其是在工作的时候，心非常静。英果他很坚定，非常的执着，他有的时候还是很理智的，虽然他在谈恋爱的时候稍微有一些很感性，所以他的反差我会觉得很可爱。林一阳呢是一个台球天才，因为一些年少轻狂的时候犯下的一些错误，不得不退出了台球这个行业，一直在外面让自己飘着。然后他这个人性格呢是一个比较孤傲、比较雷厉风行的一个性格。如果挑一个最明显的词就是狂，他是特别狂的人。红球你们随便摆，50球，有3次没落袋，就算50。
但是他也是有狂的资本，因为他本身实力够强，方方面面也够优秀、够努力。但是他长大之后就稍微收敛了一些，就是有点既张扬但是又收敛。而且他身上有一股拧巴劲儿，但是因为变故，自己其实也是因为一时冲动，然后退出了这个行业，但一直跨不过自己自尊心那一关去重新复出，所以他挺拧巴的。其实我一直想打球。原著里有一句台词是教练评价林逸阳，说他有傲气、有骨气、有风度。我觉得这个点评同时在磊磊身上也很适用。他是一见钟情的嘛，在他表达自己的喜欢或者感情的时候，也都是就是非常非常周到。没事，我们要走3个路子。就是因为他吃过苦，所以他希望能把自己最好的一部分，把所有的甜都留给英国。你把这个龙虾肉吃了，其余的我来。他希望对方幸福，其余难做的事情可以林逸阳来做。其实林逸阳的浪漫不是那种我为了表现浪漫而浪漫，他真的是很认真的在做着一些浪漫的事情。是英国让林逸阳重新找到了对台球这个项目的热爱。考虑过打职业比赛吗？我觉得你可以试一试。其实林逸阳心中一直都那把火都没有熄灭，只是他还在微弱的闪动着。是英国浇了一把油，让他的台球之火重新燃了起来。今年我赢了，我想把这场比赛送给你。其实是英国把林逸阳从小深渊里面、小低谷里面给拉了出来。什么？我在呢，我在呢。两个人都是说我们俩要变得一起更好，一直在努力为了这段爱情奔波和成长吧，是个非常成熟、非常美好、非常正确的一个爱情观。就这样子的感情也让我很感动吧，觉得很温暖，然后两个人感情也很甜啊。东兴城对于他来说肯定是家嘛，那里有他最亲的人、最亲的兄弟们，包括里面所有的人，包括贺老，就对他来讲是一个无形的羁绊，就是好像是一条隐形的线，这样一直拉着他。吃点肉。因为林逸阳很早就父母就走了嘛，一直是贺老给他家长一样的关爱，但是也是因为一些矛盾嘛，两个人都是性子特别直、特别倔。你走吧，东兴城没你这个人了。一个人说要赶紧走，一个人说那我走，然后谁也不愿意回头。到10几年后，就是在回首看的时候，才发现其实真的错过了很多，留下了很多遗憾。握不住。我记得我拍那个在洗手间里痛哭的那场戏的时候，其实我心里挺没数的。其实那时候人是木的，也不知道该怎么，也很紧张。然后导演跟我讲了一句话之后，我现在就感觉有点抓到那个感觉了。就其实跟我表演里的状态是一样的，就人一开始是木的，然后后知后觉觉得好遗憾，为什么没有早一些回去？为什么哪怕只早1天呢？林逸阳的话，在个性上跟吴磊也是挺相近的，就是很执着，然后很认真。没办法，你再来，我再找一个。我觉得他是一个就有很多想法的演员，包括对一些道具啊，就他很知道什么东西就可能会对我们这段戏，然后对这个人物关系有帮助。就是蹭到了之后，然后慢慢拔开它。先试一下球的位置。他会有一些设计在。那先上架杆，架杆不顺手换左手，怎么样？对，这个合理吗？跟磊磊有一个最大的特点，自己都对自己要求很高。不行，导演，我可以。这个需要人非常的冷静，心非常静，这其实挺磨心性的。不管是他的气势啊、姿势啊，还有神态啊，都跟专业都非常接近。无论是台球领域还是爱情领域，他都是一个无微不至的男人。满分10分给他打9分吧，总觉得10分太满了，9分差不多。我躲了，躲了。开机。
您还没走开啊？哪家？第一家。我了？没走开。是吗？我好着呢，人家呢。失忆了，不再来一场。听着啊？真的吗？啊。好的，很有。之前和我说自己很好，买点好吃的，想可以拿樱桃。知道了。行啊，一会儿给你买。你说什么？下巴磕他的锁骨。